兄弟们，我又带着恐怖片来了。今天继续美恐系列倒计时。这部电影和《死神来了》很像，都是提前预言死亡，而且躲不掉。咱们废话不多说，请跟随我的解说，慢慢品味。在一间屋子里边，一群人正在举办一场派对。这个时候，一个女的看到一个软件，软件简历上说，如果你能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死，你会想知道吗？另一个女的一听啊，就说我想到了一个新游戏，我们一块下载这个软件，谁要是先会死亡的话，那就把这里的酒全喝了。其他人一听感觉很有意思，他们就纷纷掏出了手机。等他们下载完之后，提出游戏这个女的还能活63年，而发现软件这个还能活32年，而小花这边也刚好下载完了，但上面却显示她只能活3个小时了。其他人一看你是先死的，就把所有酒都给她了。就在小花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她男朋友来了。男朋友一听小花输了，于是就把所有的酒都给喝了。很快派对结束了，男朋友这边刚准备开车回家，小花就说你喝多了，要不然咱们走路回家吧。男朋友一听就认为小花担心那个软件会成真，而此时的小花确实有点后怕，看男朋友不听话，她决定一个人走路回家。两个人也因此吵了一架。男朋友并没有惯着小花，而是转身就走了。而他这边刚走，小花的手机又响了起来，拿起来一看才发现她的生命倒计时还剩7分钟。小花见后也没有在意，就继续往前走。可这个时候身后突然多了个陌生人，看着那个人越来越近，小花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。可没过一会儿，一声清脆的关门声响了起来。小花往后一看，才发现那个陌生人只是过来开车的。小花刚准备松一口气儿，她一转身又发现一个人影，因为太过害怕了，小花就一直死死地盯着他。而此时另一边也站着一个黑影，可当小花看过去的时候，那个人影突然消失了。突然手机再次响了起来，而现在只剩下1分钟53秒。因为今天诡异的事太多了，小美被吓得直接跑进了自己租的房子里边。她本想看一看门口还有没有黑影，这个时候手机再次响了起来。小花一看特别生气，就立马把手机给关机了。本以为这个事会就此过去，可她刚准备喝一杯水的时候，一旁的帘子里边突然响了一声。小花以为有人进来了，可打开帘子才发现里面空无一人。她本想继续喝杯水吧，这个时候帘子里边又出来了声音。此时的小花已经被吓坏了，就在她准备要拉开帘子的时候，而男朋友这一边也发生了车祸，副驾驶直接被一根树枝扎穿了。而这也说明了无论小花坐不坐车都会死。到了第二天，男朋友被送进了医院，可这一天实习生小美给他送食物的时候，却发现他上一顿还没吃呢，而且人也不在病房里边。小美一看就知道他肯定又去老地方了。很快他就找到了男朋友，而此时的男朋友看起来心事重重。小美本以为是因为手术紧张导致的，这个时候男朋友把手机掏了出来，上面显示他还能活19个小时，然后又把软件的事和小花死的事都说了出来。而小美则是安慰的说，这只是一个吓唬人的软件，没有必要那么在意。随后他就把男朋友送回了病房。而小美这边刚准备回去，其他人就给了她一个惊喜，并不是过生日啊，而是因为她通过考试了，成为一名正式的护士了。为了活跃一下气氛，小美就把那个软件的事说了出来。而其他人听后也因为好奇下载了一下，卷毛哥显示他还能活53年，而主任则是还能活57年。就在小美也准备下载一个的时候，门口却突然来了一个病人，说是因为中毒晕倒了，但好在送来的及时，经过一阵抢救之后，女人才慢慢恢复正常。画面一转，小美已经下班了。这个时候手机突然收到一条短信，小美点开一看，正是那个死亡软件。她也没有多想，就点击下载了。她本以为自己还能活个50-60年，可当时间显示的那一刻，她懵了，上面说她只剩2天零37分钟了。这个时候主任走了过来，表面看样子是在和她打招呼，但其实就是为了占小美便宜呢。因为小美刚刚成为正式员工，她现在不想得罪任何一个人，所以这一次她并没有多说。随后小美回到了家里边，准备填一份就业表格，可刚填没一会儿，她就发现需要用到出生证明。无奈之下，她只能回到了父亲的家里边。就在她准备寻找的时候，身后的柜子突然动了起来。小美虽然害怕，但她还是鼓起勇气走了过去。可奇怪的是，当她打开之后，却发现空无一人。随后小美又把手伸向了衣服，这一次打开之后的确有个人，但只不过是她的妹妹小丹，而且还发现了另一个人，妹妹的男朋友。因为场面极度尴尬，她男朋友穿好衣服之后就直接跑了，因为母亲在很早以前就去世了。小美本想着说妹妹2句，但妹妹比较叛逆，还没等小美说话呢，她就直接回到了房间里边。但只有小美知道，她和妹妹的关系还是比较好的。随后她就把自己成为护士的事告诉给了妹妹。而这个时候父亲也走了出来，他先是问了小美周六有没有空，如果有空的话，那就一块去和母亲扫墓去。小美听后就答应了父亲。而小丹也在这个时候笑了起来，她表面上虽然讨厌姐姐，但心里边却是截然相反的。到了第二天，男朋友的样子看上去很绝望，因为他的死亡倒计时还剩3分钟。他认为这个软件肯定是骗人的，然后转身就要去厕所。可这个时候手机又响了，上面显示着用户协议失败。他这个时候依旧没有多想，转身就要前往厕所。可是刚走没一会儿，他突然发现镜子里边有个人影。等他往后一看，那个人影又不见了。等他再一次看向镜子，
因为太吓人了，男朋友就躲进了一旁的楼道里边。突然门口传来一阵敲门声，他也因此差点掉下去，而灯光也在这个时候诡异的关闭了。就在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只见上面显示着还剩1分钟30秒。这个时候他想出去了，但此时的门根本打不开。突然身后传出来一阵开门声，男朋友下意识照了过去，随着一阵脚步声响起，一个黑影也在这个时候飞了过去。但诡异的是，楼道里边根本没有人。很快脚步声又来了，只见一个女的就站在楼梯上，男朋友以为是自己的好朋友，可当女人一转身，没过一会儿，小美也知道了男朋友的死亡。这个时候她想起了那个死亡软件，为了一探究竟，小美从遗物里边找到了他的电话，但失望的是电话需要她本人解锁。随后小美到了停尸间，并且把男朋友的尸体拉了出来。她本想试一试指纹解锁，但却发现根本解不开。随后她又开始试起了面部解锁，失望的是这次还是没解开。而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，那就是眼球解锁。这一次确实是打开了，但打开以后却是时间归零。本来小美就害怕，突然男朋友的手又动了一下，手机就这样被扔在了地上。小美刚准备捡起来，可一抬头，那个男的正看着自己呢。尽管自己很害怕，但最后小美还是把他推了回去。看着自己还剩1天多的时间，小美连上班都已经没有心情了。而且因为这个事情，她给父亲打了电话，说自己周六不过去了，等下周六再给母亲扫墓。随后小美就开始继续工作了。可这个时候手机响了起来，用户协议失败，而一旁的门里边也在同时出现了一个黑影。小美虽然感觉到了，但走过去一看，那个黑影还是一样消失了。这个时候主任来了，他让小美帮自己处理一下事儿，还是和之前一样啊，表面上说是处理事儿，其实就是为了占小美的便宜。而且这次更过分了，不仅嘴里边说了一些坏话，而且还想和小美整一下子。小美并没有顺从，而是转身离开了房间。她刚准备把这个事告诉给其他人，但这个时候院长走了出来，并且以工作为由把那个人叫走了。而这个时候小美的手机再次响了起来，依旧是用户协议失败。到了晚上，小美本想着卸载软件吧，但却发现根本卸载不掉。随后她又搜索了一下这个软件，这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上面显示了小花离奇死亡。小美一看才明白，那正是自己病人的对象。这个时候她又看到一个评论，上面说她的朋友也因为这个事死了。看里边还有个视频，小美就好奇的点了观看。视频里的女人说，自从下载了那个软件之后，她经常能看到自己去世的表弟，而且她刚说完这句话，她又看到了自己的表弟。随着几声痛苦的尖叫，视频也到此结束了。而这个视频也被网友们认为是假的，但只有小美知道那个女的绝对不是演的。就在小美准备要睡觉的时候，那个男病人突然出现了，可小美刚一打开灯，和上次一样又消失了。这个时候电话又响了起来，小美气得直接把手机给摔爆了。可诡异的是，手机明明都关机了，但却还能显示死亡时间。而小美则是因为太过害怕了，她索性就在车里睡了一晚上。可没过一会儿，窗户上突然出现一只手，小美被这一幕直接惊醒了。而站在窗外的则是小丹妹妹。随后两人就进入了屋子，小丹还发现了小美的手机，而且还看到了那个死亡倒计时。因为父亲出差了，小丹就想着在小美家住几天嘛，但小美因为死亡倒计时的缘故，她不想把妹妹牵扯进来，于是就把小丹赶走了。为了摆脱死亡倒计时，小美准备买一部新手机。看到这个手机上没有那个软件，小美也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可是还没高兴一会儿呢，新手机又响起了熟悉的音乐。小美一看那个软件不知道啥时候安装上去了，随后她开始生气的质问老板，为什么这个软件在新手机上面？老板一听也懵了，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他本想着把软件卸载了吧，可奇怪的是无论怎么点都卸载不掉。小美一看摆脱不掉了，转头就离开了店里边。而这个时候她的死亡倒计时还剩21个小时。小美这边刚准备倒车回家，可这个时候倒车影像里边突然出现个人影，等她往后一看，却发现根本没有那个人影。就在小美以为是幻觉的时候，看着自己的车子被撞了，男人就骂起了小美，但此时的小美已经被吓得腿软了。这个时候小黑走了过来，说了几句比较狠的话，那个男人一听感觉不好惹，开着车就走了。随后小黑又掏出了手机，他和小美一样，死亡计时就剩18个小时。因为两个人有一样的经历，他们就来到了酒吧准备放松一下。这个时候他们想到了那个用户协议，他们俩下这个软件的时候并没有看那个协议，于是他们决定随机找一个人让他下载一个，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看到协议了。很快他们就锁定了目标，并且成功让那个人下载了软件。而他们也在这个时候看到了条例，上面说用户应该接受命运的条款，如果想要试图改变命运，都会被视为违反规定。随后他们又找了一个神父，看看这个死亡倒计时到底是不是恶魔。可神父却说他只是一个业余的，但他有个朋友比他更专业，然后就把地址给了小美。两人这边刚准备出发，小美就被同事叫走了，而小黑也趁着时间准备上个厕所。可他刚一走进去，身后的门突然响了，小黑下意识说了一句有人，但门口那个人还是一直拽门，而且小黑也在这个时候发现门外有一双脚，这双脚站了没一会儿就转身走到另一边去了。很快小黑上完厕所了，就在他准备要走的时候，一个女人的
的哭声突然传了过来，而且小黑再一次看到了那双脚，他诡异的在厕所里边走着，最后走到一个门的面前停了下来。小黑好奇的想要近距离看一看，可这个时候那双脚突然来了个360度大转弯，而灯光也在这个时候诡异的关闭了。小黑这边刚打开手电筒，身后的门又诡异的开了，而且哭声又传了过来。小黑壮起胆子走了过去，但却发现里面根本没有一个人。这个时候身后突然出现个黑影。很快灯光亮起，这个时候管理员叫了一声小黑，但此时小黑心里边只有害怕，他并没有搭理管理员，而是转身就走了。而小美这边也到了办公室，他刚一坐下就被老板问起了昨天的事。主任一听这个情况，他直接来了一个恶人先告状，他说是小美在办公室逼的他，而且还说小美想和他整一下子。老板听后决定要把小美开除了，看着自己怎么解释都没有用，小美转身就离开了。而小黑已经在门口等了很久，他心里边还想着刚才那一幕呢。随后两人找到了教堂，并且见到了那个专业的神父，而神父听完他们的故事之后，就想起了一个古老的传说，原来死亡计时在很久以前就有了，但不过之前是用纸条上面写着时间，但随着恶魔的学习，教父也没想到他们会把这个巫术转移到手机上面，而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黑进软件，只要是一个软件，那么肯定有漏洞，所以现在小美必须要找一个懂手机的人。随后小美和小黑就找到了手机店老板，老板一开始并不想加班，但随着俩人的钱给的越来越多，最后他终于答应了俩人。随后老板开始尝试破解软件，可奇怪的是这个软件竟然有60个 G。 随后老板又是一顿操作，不久之后他们进入了后台，小美也在这个时候随手拍了一张照片，只见电脑上显示着很多人的姓氏和名字还有时间。老板先是搜了一下自己的名字，然后经过一顿操作之后，他把原本自己的32分钟改成了92年。随后他又搜起了小美的名字，但奇怪的是搜出来却是小丹呢。小美也意识到自己的妹妹也下了这个软件，而且妹妹倒计时还剩13个小时。老板先是把妹妹的时间改了一下，而妹妹的手机也响了起来，时间直接从13个小时跳到了86年。很快小美和小黑的时间也改了，小黑能活到91岁，而小美则是能活到86岁。因为小美已经对小黑产生了好感，于是他就邀请了小黑一块去自己家里边。小黑绝对是个钢铁直男，他决定今天自己一个人打地铺。可是到了深夜，灯光突然闪了几下，看着小黑抱着自己，小美也欣慰的笑了起来。这个时候门外突然出现个人影，小美急忙想要把小黑叫起来，可是当门打开的时候，进来的竟然是小黑，而此时抱着小美的那只手也变了样，小美也因此被拖进了被窝里边。经过一阵挣扎过后，那个手臂却突然又消失了，突然手机又响了起来，小美一看吓坏了，因为倒计时又恢复了过来。小黑也是一样，同样恢复了过来，因为妹妹的倒计时肯定也恢复了。小美立马就给他打了电话，很快妹妹被电话声惊醒了，因为手机被没收了，她就小心翼翼的来到了隔壁房间。可她刚准备接电话，那个手臂又来了，但是一转身还是什么都没有。小丹以为自己看花眼了，就急忙回到了自己房间，手机也在这个时候响了起来。当他打开一看，却发现自己还能活4个小时。这个时候门口的感应灯突然亮了，等他走出去一看，发现走廊里边根本没有人，而且感应灯也是正常的。小丹瞬间害怕了，他急忙把门关上，想着赶紧回去睡觉去。可是还没走2步，感应灯又亮了，而且门也在这个时候开着呢。小丹被这一幕吓得直接躲进了床底下，他死死盯着门口，生怕有什么东西要出现。突然母亲的声音传了过来，而且床也在一瞬间被拉开了。小丹被这一幕吓得直接跑了出去，而小美和小黑也在同时赶到了。他们再一次找到了神父，神父看着小美拍的代码，说这是一种诅咒，既然是诅咒的话，那么就可以将其破除。如果他们3个人的其中一个活到了倒计时之后，这个诅咒也会随之破解。随后他们准备了油漆和盐，然后又在地上开始画起了图案。没过一会儿，一个保护他们的符号被画了出来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灯光突然暗了下去，随后他们所有人进入了符号。就在几个人寻找恶魔的时候，恶魔已经出现在身后了。只见符号确实有用，恶魔碰到之后直接被烧退了回去。随着神父嘴里念着咒语，恶魔也在这个时候消失了。没过一会儿，一个玩具出现在小黑脚下，小黑一看，那正是自己去世的弟弟最喜欢的玩具。这个时候弟弟又出现在眼前，嘴里边还说着为什么拿我的玩具。说完之后转身就走了，因为弟弟的死也是因为玩具。小黑因为愧疚就追了上去，变成弟弟的恶魔见后也不装了，小黑就这样被直接拉走了。因为担心小黑会死亡，小美见后也爬了出去。这个时候小黑并没有死亡，嘴里说我们成功了，恶魔放过我们了。可下一秒，随着小黑的死亡，他的倒计时也慢慢归零了。就在几个人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小美突然发现妹妹正在流血，随后她把妹妹送到了医院。而这个时候，一名同事叫住了小美，他说自己听说了小美和主任的事儿，而且还说自己也是受害者，曾经也被主任伤害过。随后，小美看向了主任，脑子里也浮现了自己被欺负的场景，而主任也下了那个软件。小美也在这个时候想起了一个计划，她先是一个人来到了主任办公室，然后故意说自己想回来工作，随后她又利用自己的身材，让主任跟着自己去一个地方。主任本以为她要整一下子，于是就高兴的跟了过去。而此时的小美正拿着棍子躲在一边，随后她趁主任不注意，上去就是一顿暴打。可就在小美准备要杀死主任的时候，主任却被一股神秘力量给拉走了。而这一幕刚好验证了小美的想法，如果有人在倒计时之前死了，那么这个诅咒依然可以破解。明白这一切之后，小美再次寻找起了主任。而这个时候，小丹只剩下了1分钟57秒。突然恶魔再次出现，小丹被吓得连忙逃跑。而此时的小美再一次发现了主任，可这次和上次一样，还是没能把他杀了。小美也因此把腿摔断了。而小丹这边手机再一次响了起来，时间还剩1分钟
27秒。就在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停尸柜却突然打开了。小丹好奇的往里看了一下，可下一秒，此时的时间只剩下1分钟，看着身后的恶魔，他只能拼命往前爬，但不过很快他又被拽了回去。就在小丹要领盒饭的时候，小美突然赶了过来，而且手里边还拿着一管毒药。为了救自己的妹妹，小美决定让自己先一步死去。可是她刚准备把毒药打进去，死去的母亲却突然出现了，而小丹这个时候只剩下了30秒。很显然是恶魔在故意拖延时间，他一边说话一边朝着小美走去，但小美心里知道他并不是母亲，而是恶魔。随后他就把毒药打了进去，而恶魔也在这个时候现身了。他拼尽全力想要救活小美，但没过一会儿诅咒破解了，恶魔也开始慢慢消散了。亲眼看着姐姐死去，小丹很是伤心，但没过一会儿他就发现姐姐手臂上写了解药3个字，而解药也在这个时候掉了出来。小丹一看，瞬间明白了姐姐的意思，随后就把解药打了进去。没过一会儿，小美醒了过来，原来这一切都是小美的计划。不得不说这一招真的妙。而此刻的倒计时永远停在了2秒钟。随后他们和父亲一块去和母亲扫了墓。这个时候小美的手机再一次响了起来，小美拿起一看才发现那个软件升级到了 2.0， 并且已经自动安装。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，咱们简单分析一下。没想到恶魔也有知识盲区，虽然懂得制作软件，但是人家不懂药剂学啊。总体来说，这部电影的设定还算有趣，如果满分是10分，那我愿意给他6分。